在幼阳这些日子过得这么舒心，我都舍不得走呢。幼阳好吗？好呀，咱们盛家哪里不好呀？人也好，地方也好。说起人来，品丫头倒是个大方的孩子。那贺家那个呢？贺家哥哥是个好人，怎么个好法？他比我们年长一些，又温顺谦和，处处都照顾我们。这是做哥哥应该做到的，不值当拿出来说。还有别的吗？我觉着，何家哥哥最可贵的，是知道女人的不易。我想，能为天下女人发一声叹的，想必是个好人。他父亲早逝，母亲病弱，家里全靠祖母支撑着。他从小便见识了祖母的辛苦，养成了他沉稳踏实的性子，善替人想。加上祖传行医，颇有几分本事。若嫁到这样的郎君，这一生想是泰康安稳，舒舒服服的。是啊，何家哥哥当得起一个全心全意的人与他相知相许，真心不二的能陪着他，这是他的福分。那你呢？我的恐怕还没到呢。我怕到了，你不知道。老爷，
领头的已经身首异处了。哎，快去恭贺咱们谢大将军，用这关门捉贼之计，真是上上英明。我公子，嘿嘿。李将军，将军英明！将军英明！英明！将军英明！英明！英明！将军英明！这个白夜还真是个人才，将军要是把他留在身边，那他就是将军青云之上的翅膀。你说什么？是将军要青云之上。我自然是要青云之上的。这群大逆不道、起兵造反的逆贼，是朝廷的借选之患。到了我这里，是药到病除。别的地方有我这么算无一策的吗？自然是。累了，想想我真是个人才。明知敌军半夜要来偷袭，便定了这将计就计、诱敌深入、关门捉贼的好计策，对吗？若有人假传军令，便是杀头之罪，对吗？将军说的是，那个白夜要怎么写啊？什么怎么写？他就是个夜里巡营的，你说怎么写？慢点走慢点，走慢点啊，好不好？别着急啊！快，使劲背，慢点！快，你使劲背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，快点走，别着急，快，帮你，哎，来，我帮你，哎，快！走，快！就看你的本事了，哎！好吧，多喝多吃啊！哎，好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哎，多吃哈，多喝，吃好喝好啊！有大喜事哈，咱一块都来好哈！哎呀，好。娘子，你喝多了，在外面闹事呢。侄子今日事忙，一会儿常富哥就来陪你，他来陪你陪姑爷喝酒，好吗？哎呀，姑爷，哎，姑爷下来呀！哎呦，我的儿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少才，你竟敢唬我！下来，别摔着！分明就是怠慢我这个秀才相公。你们怠慢我，那就是有辱斯文。你们是要到公堂上挨板子的。明明昨天还好好的，还和我说了外室有了身孕的大好消息，今天怎么就这样了呢？啊，是不是你惹他生气了？啊，儿媳妇，是不是你惹他生气了？好，大喜的日子，侄孙女婿想喝酒，就让他喝，喝够了，心里也就不气闷了。不是嫌没人陪你喝酒吗？这媳妇，我在。去跟我大侄子说一声，让他过来好好的陪着咱们的教课。秀才跟大相公一样，何等娇贵啊！务必要人人奉承。来，大家啊，够得上够不上的啊，知县大人都过来敬一杯。有劳，这才是待客的道理。哎，这不行，一人一杯，这么多人，他非醉不可呀。姑娘，咱们老太太和大老太太都请咱们姑娘过去。这么晚了，
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老太太说让姑娘过去瞧瞧，见识见识疯了，会会人间的豺狼。我知道你孝顺，不想让我看那些糟乱的事。我老太婆呢，也想装聋作哑，成全你这片孝心。可难道你想被折磨死了，再来托梦告诉我老太婆吗？啊？母亲，我去处置吧。上几个月便跟你说，让你们夫妻俩想好后路，你们想什么呢？又送去了2个铺子，这次再让你去处置，无非是接着用钱去讨姑爷的好罢了。闹一次，便入2个铺子，再闹一次，又入2个铺子。这钱来得太容易了，别说是他，我都想闹了。欲壑难填，你难道不清楚？我是想，他们到底是正头夫妻。你闺女的嫁妆已经让他糟蹋一半了，通房切使也给他找了10好几个，他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婆婆说我不可打扰官人读书，要我留在她房中伺候她老人家。这1月里也难得同房一次。后又说我不能传宗接代，视为不孝，我便为她纳妾。可他嫌那些个良妾没有滋味，竟在外面收了我一个妓女。那妓女有了身孕，官人和婆婆非要引进门来。我说，我们家中有祖训，绝不同娼妓同一屋檐。欺人太甚了！我明天就亲自到他孙家去，我要给他好好说说道理。这也怪不得人家，是吧？成亲3年了，才得了头一胎，那还不当祖宗似的供着？你去，只能是自取其辱。这也未必是我淑儿的错啊！淑儿1年跟那个沙财同房不过3、5次，这不能凭空的生出孩子来了。母亲，你说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不知道怎么办。舒丫头，跟祖母说实话啊。祖母要是拼着损阴德，手上沾了人命，也要成全你。你愿意不愿意抚养那个娼妇的孩子，视如己出，就为了在孙家继续过下去？说起来也算有个丈夫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睁眼瞧瞧吧，她是你的亲生骨肉。孙家那样的婆婆，那样的姑爷，后几10年你叫她怎么熬啊？淑儿，我岂能会怠慢我的淑儿？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
我一步看错，全盘都输了。这要是盛家多了一个被人家休了的女儿，那盛家其他会嫁的姑娘怎么办？还有我的品丫头，她还未一婚呢，要是没人敢要她怎么办呢？米丫头，米丫头，你住口！祖母，为了嫣然姐姐，我尚且能阵前搏杀，可这是我嫡亲的堂姐姐，我住不了口，也不想住口。孩子，你快起来。你可有什么好办法？没有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那孙秀才，若无杀身之祸、灭顶之灾，万万不会改他那个脾气。淑兰姐姐一步走错，已入穷巷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想说什么呢？进入穷巷，就该及时掉头才是，不可等一世消磨，悔之晚矣呀。品兰姐姐脾气豪爽，有大家风范，绝不愿意以淑兰姐姐的骨头为台阶，得嫁高门良婿。若品兰姐姐出嫁之后，夫家见着连襟如此刻薄一姐，盛家还全盘隐忍，难道就不会有轻慢姐姐、轻慢盛家之心吗？我说这话也不光是为了淑兰姐姐，也是为着品兰姐姐。那品丫头，若是为此嫁不到好人家呢？人生在世几十年，家族上百年，朝廷更迭，何有尽头？若亲眷不能克己复礼，携手共度，眼下的经营终究是梦里黄粱，随时倾覆。品兰姐姐夫家若瞧不破孙家这嘴脸，那她家的人品才智也着实让人堪忧。若有颠覆，那谁能护品姐姐周全？如此说来，品丫头嫁不出去也不大要紧了。一辈子不嫁人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姻缘自有天定，若是女儿当有福分，便是姐姐被休了，也定有良缘。若我凤冠霞帔，十里红妆，却要姐姐在那虎狼窝里被折磨死，便是一生荣华，我也不稀罕。母亲，母亲若只是怕连累了我，我明天就包了头发上山做姑子去。娘，你就给姐姐留一条活路吧。孩子，来，好孩子，母亲，都不哭了啊，哭得跟要天塌下来一样。不知道的，以为咱们盛家不是娶媳妇是办白事呢。休妻，那是做梦，只有和离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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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！哎呀，走快走吧！哎呀，走！谁要跟你和离？难道还要跟你们盛家装门面不成？这个不贤不孝的杜父，就配我一纸休书赶出门去？不知好歹，脏心烂肺的货，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，就到秀才相公门上撒野。哎哎，大家伙都来看看，都来看看啊！都来看，这就是咱们幼阳大户盛家的好家教，自己女儿生不出来，看见妾有了身孕，哎，就躲在娘家不回来了，不孝婆母，不伺丈夫，哎，还打着要和离的幌子来闲置婆家。
我呸！哎呀，孙婆母，你说话讲道理。自从盛家儿媳进门之后，你是抖起来了，你都忘记你当年江喜过活的可怜样子。滚！你懂什么呀？我儿子是秀才，将来自然会有荣华富贵给我享的，哪里是那个小贱人带来的福气？母亲，不要跟这等人计较，有辱斯文。你回去告诉盛家，他盛淑兰这会子乖乖的回来叩头认错，从此做个贤妇。我们孙家还是有口他饭吃的。走，走吧。走。看来他们是万万不会放过大姑娘的。别伤心，这么点的事情还收拾不过来，下去歇着吧。这种豺狼，畏威不畏德的，就应该在庄户上找几个身强力壮的，把他绑了狠狠打一顿，自然就老实了。到时候咱们要他写什么，他就写什么。你胡说什么？他虽然有些胡说呀，不过我可以放心了。纵然是个没章法的孩子，这辈子我也不担心你吃亏。宁丫头，上次我听你说的话，很有些道理。路行此处，又该如何呢？与其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告诉他们，若是他们不答应和离，那一切淑兰姐姐带来的东西，他们都得不到。瞧瞧，这才是当家做主的样子。便婆子，便婆子，哎，便婆子哪里去了？便婆子，哎呀，大娘子要吃燕窝，快使唤人去买了来。大娘子已经回了盛家了，这里哪里又冒出来什么大娘子啊？哎，你竟敢这样同我母亲讲话！好叫秀才得知，我等都是盛家的旧仆，如今家里有人来教诲，保不好骨肉分离的，今日就辞了去。站住！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你们这帮，今日胆敢踏出门半步，我一定把你们告到县衙去。对，告你们个投奴罪。我们当初头上投的是盛府，不是你们孙家，气纸上漏的也是盛府的名字，官府档子上白纸黑字写的都是很明白的。秀才要地状，请便。我们走。嘿，站住！都给我站住！哎呦，站住！好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母亲，站！母亲，有辱斯文！哎呀，这是造反啊！这是。让他们走。母亲不信咱们不行，自己干。啊！还没来。姑娘，卞妈妈，辛苦了，卞妈妈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没带行李啊？我们早就想离开那个虎狼窝了，一听说能回来，哪里还顾得上收拾行李啊？
不过明姑娘吩咐的东西都已经带来了。这便是大姑娘陪嫁的田地店铺，我一直收得好好的，没让他们母子俩收了去。太好了。走，咱们收铺子去，收自己家的铺子。木子，账目都在吧？爹，把门封好。木子，说，孙家这群蚂蟥，他们是趴在姐姐身上吸足了血，这个钱财都收回来了，我看他们以后吃什么喝什么。这家鲜连瓜吃，我恐未必能够善了。那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呀。没错，咱们一定要把姐姐从这家火坑里救出来。走吧。谁叫肉味这个撑死！怀了孩子就当自己当了金兰店似的，他什么就跑我来了你！儿啊，自从盛家那些婆子走了之后，累得娘半死。现在你说咱家里铺子被关了，哎，田契和那银钱都被盛家那婆子带回去了，咱们现在是人财两空啊，是吧？你说屋里这个养胎的，每日不是要喝鸡汤，就是要吃燕窝的，家里还哪有那么多的银钱啊？要不，你去盛家把淑兰给接回来，那样钱也有了，做事的有了，娘也好松快松快。行，他要走就让他走啊，那盛家岂能要个妻妇不成？啊？过2天，盛家肯定会再送2个铺面，把他给送回来。好，我走。哎，儿啊，哎，家里的银钱就要断了呀。要不这样，你今日就不要宴请你那些室友吃酒了，省一点儿也好等到盛家把媳妇给送。你简直是糊涂！那些都是饱学之士，我岂能失信于人？死汉，走了。儿啊，几位仁兄，今日这酒吃得如何？吃得好，一口。感谢孙秀才的盛情款待呀！我说那要不然咱们就换个地方再喝。行啊，只要是你孙秀才请客，咱们去哪儿都成。那个，对呀，是这儿。孙秀才啊，你在我小店的账已经没了，要不然今天就把钱给结了吧。什么意思？盛家过来人说了，以后你的账归你的账，盛家大姑娘的账归大姑娘的账。你先记账。等那个贱人，自会把钱给你。哎，孙秀才，你看，赵管家过来吃饭也得给钱呢，你不给，这不合适吧？多少？一共是2贯4钱。孙秀才，这以后你的席面呀，我们可不敢来了呀，怕来了走不了啊。来，走。 2贯4钱是吧？啊，这个够不够？够不够？贱人！
哎，你说这前厅怎么样了？他们不会欺负我姐姐吧？别怕，有消息小涛会来通知我们的。哎，哎，你别走了，你一不晕我都晕了。他们孙家不可和离，咬定要休妻。啊？常言道，7年无后方为过。我儿嫁入他家，如今不到3年，为他张罗妻妾的事情就有12、3。满县城哪家的正妻为婆家这样张罗妻妾的？你有什么脸面说他不贤不孝？就22、3个，那不也连个蛋都没生出来吗？诸位族老，如今外室她有了身孕，她就应该低下头把人家请进门，好好相待。可她呢，竟然背家而走，待在娘家不回去。这样的女人，要来何用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去母留子。这不可能！花娘她有了身孕，劳苦功高。你家女儿若是不答应花娘进门，那就只得我一纸休书，下堂做个妻妇去吧。住口！我盛家绝不允许娼妓过门做妾。那就等着我写一纸休书吧。这群泼财，这不是要毁我姐姐一生吗？啊，他家穷的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的，房子、铺子、奴才全是我家给置办的，太不要脸了！哎，怎么能有这么不要脸的呢？仆人也是你家置办的啊？当然了，他家什么不是我家置办的？就连他当初读书束修，那都是我家给出的。长屋哥哥在吗？在正堂呢。正堂。那你去找贺家少爷，让他去西侧门等我们。去叫马房喂马车，但车不要，要马3匹。好，快去快去。帷帽，长帷帽2顶。你要帷帽做什么呀？说不定他们孙家纳了什么东西没拿呢。什么东西啊？吉器。吉器？吉器是什么？无论是买家婆还是聘妾，都需要2份文契。一份是户籍契凭，另一份是卖身契。你不是说孙家没用过仆人吗？我心里想，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规矩。那他肯定不知道，这连我都不知道。我也是做了管家之后，过手了文书才知道的。卖身契他们肯定是从千金阁买的，但是花娘是继户贱籍，吉器没到手，光有卖身契是不够的。走，咱们去千金阁。疯啊，那可是妓院呀。要不要合理？糊涂啊，糊涂！何至于就到用妻的份上了？为个长门妓女，你说这话可是亏心。花娘她虽身陷青楼，却出淤泥而不染，我岂能负她？你们全都是贪恋盛家的财势，在这里颠倒黑白。龙文哥哥，你去千金阁去找那边管事的妈妈，就说如若花娘的吉器还在，
请他一定带来，必有重赏。我们在酒楼的雅间等你。我们这个不怎么好了。有酒喝吗？有，再来看一下酒吧，哎呀，酒吧。行不行？休书你别想，只能和离。和离？谁要跟你和离装门面？我只写休书。你们就是想要休书，还得把我们家里的铺面、银钱、奴仆都还来，我儿子才肯写呢。那是盛家的嫁妆。她既然嫁入我们孙家，那生是孙家的人，死是孙家的鬼，这些东西自然姓孙。什么你的我的，那全是孙家的。别说是正妻，就是贱妾入门，自己带的嫁妆，也是自己的物件儿。即使是休了、死了，那也是娘家人上门来领回来。你们若想要钱财，上京敲灯文武，告御状去吧。你们不想还我们家的铺子田妾？好，好，那就等我们掉头就回去，娶了花娘入门做妾。你家姑娘爱做那正室大夫啊，就让她守活寡吧。妈妈贵姓？已经很多年没人问我姓甚名谁了。免贵老夫人姓费，您请坐。今日请费妈妈来，是想问您买下花娘的吉器。姑娘以礼相待，我便不好诓骗姑娘。只是这花娘已经被人赎了身，说是要迎她做妾。姑娘说的那个单子，也就作废无用。费妈妈，双倍价吧。姑娘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你总得说清楚了才好啊。3倍如何？这也不是价钱的事儿。不想费妈妈如此固执。不知这千金阁名号千金，又有多少金银可供折损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右阳地界前些日子闹了贼，您这千金阁恐有贼人混迹其中，官府近日多有忧心，势必要追查。不知您的千金阁还能开张几个时辰？费妈妈又要损失多少银钱呢？到底是什么人？那女人已经被赎了身，横竖这张吉器你已无用，高价给了我们，岂不是各自相宜？费妈妈可有头风痼疾，发作的时候不仅疼痛难忍，还耳鸣如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头风不能根治，但是我为费妈妈施针开方，至少在每年春秋之夜可以安枕入睡。
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虽可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